大家好，我是子丽。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年种的10几种小西红柿。前一段时间有一场大雨，现在正好来看一下哪些品种很抗烈，哪些不抗烈。这里你看到的是一种叫Sun Peach， 是今年我们尝试的一个品种。这个品种呢，结果率挺高的，我种在这儿一串一串的，看上去挺不错的，颜色变红，没有开裂。这个品种抗裂很好，这个口味很好吃，要熟透了才好吃。前一段时间我朋友说他可能采摘的比较早，他可能觉得 peach 的颜色是这种，尝了以后他说不好吃。那你熟透了，像这种红的很好吃。这个Sun Peach 推荐给大家，明年种一下。你看它的果实一串一串的都很好，没有开裂，口味也不错，值得一试。左边这颗呢是Sun Sugar，Sun Sugar 是Sun的抗裂品种，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 Sun Sugar 的果实比较小，没有这个Sun Peach 大。第二，它还是有开裂，口味非常好，前2天下雨它还是有开裂，可能跟这一串的成熟度有关，熟了以后容易开裂。但是呢，总的来说抗裂能力还是不够强。像这个Sun Peach 呢，目前看就没有开裂，就比较好。这两个口味是不一样的。Sun Sugar 呢是很多人喜欢的，有一种酸甜的平衡的比较好的，有一点 tropical 水果的味道。那这个呢也是有水果的味道，但是它的水果的味道不一样，大家有机会试一下。因为我这里种的西红柿不是我一个人尝了觉得好就推荐给大家，一般都是side by side比较，邀请菜地的朋友尝一下，觉得好再推荐给大家的。因为种的西红柿这个条件不一样，种出来的口味也不一样。Sun Sugar 这种的话，它的复合味比较好，甜中带酸，有一种水果的风味，所以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Sun Sugar。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也是找一种比他们更加值得种的品种。今年产量最高的品种是这个 Crazy Berry， 真的是非常 crazy。 这个是第一串果实，每一串就结很多，这里一串，这里一串，颜值也很高，上去还有那么多，这里都是，在这里还没有熟。你看它的花儿一直到顶上都有，一直到顶上都有。这一株双干整枝的，果实一点都不少。到了花架子的顶端的话，我现在要准备打顶了。Citrine 呢是 Qingtian 他们今年尝试的一个准备代替Sun的品种，它的外表啊跟Sun的比较像，说是抗裂的，这个还是不够抗裂，还是有点裂。左边是另外一种日本的西红柿，叫 Sakura， 果实比较大一点。这个品种呢是比较抗裂的，当然不抗动物，这个应该是鸟吃的，不抗动物来偷吃，它比较抗裂。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开裂，熟透了也没有开裂。这个品种呢有点像我们最近朋友比较喜欢的红枫林，但是这个品种呢味道啊稍微淡了一点，就是不够甜，没有红枫林那么甜。这个品种很受农场欢迎， Lex Farm 和 Qingtian 今年都种了这个品种，因为它抗裂，果子也比较大。那另外一个品种呢，我们今年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就是红枫林。我今年种了3种，种子来自不同的出处。这个品种呢口味很好，它的甜酸大小长势表现都很不错，但是这个品种呢还是不抗裂。你看我这个下了雨以后，就下面熟透的都开裂了，所以要摘的勤快一点。这种呢裂了外皮，但是里边还没裂开来，我就
会要。你要不放心的话呢，就煮一下吃。它是比较传统的西红柿味道，风味很浓。这颗是村上园艺，这个是幸福种子的，这个是王老师的。经过了几轮的 review， 朋友来吃，因为每次采摘的时候，这个西红柿的甜度都不一样，所以 feedback 也有一点不一样。总体来说呢，这个口味还是差不多的，没有太大区别。就是这个幸福的呢，皮有点厚，村上的呢口感比较好，然后王老师的那个呢，大家的反馈都不错。所以这个红枫林吧，虽然是杂交品种，你可以尝试留种。王老师的红枫林是几年前他留种的，现在没有比从种子公司买来的那些原装的种子更差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王老师的红枫林，你可以留种，特别是这种开裂的留种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你看过去的今年做的 side by side 比较的另外一个品种就是 Atomic。 这个品种吧，在网上啊评论呢比较两极分化，有的说很好吃，有的说不好吃。更多的朋友说好吃，但是不容易熟，种不好就放弃了。其实种这个 Atomic 西红柿吧，有一定的技巧，你要早一点育苗，早一点修枝，早一点打顶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，我用了双甘整枝，这前面一颗枝，其实它的抗裂性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它的皮比较厚，它裂开来吧，它不是完全一下子裂成里边就汁水出来的那种，它是有一点点裂，颜色又很好看又很大，一个底好几个小的西红柿呢。然后这一串看看在阳光下多漂亮啊，你摸上去有点软了，这个表面有点金属光泽了，这个就熟了。我一般喜欢西红柿在晴天的时候采摘，或者是傍晚回家的时候采摘。这个水分虽然少一点，它的味道更加浓，就像西瓜一样，你最后一段时间就不浇水了。从底部上来的一穗果，2、3，这个也快熟了，4，你看这上面越来越多了。这个是第6串，第7、第8，这里还有第9。我现在要打顶了。那这些呢，在我拉秧以前都有可能熟透了吃，没有浪费的。很多人觉得这个 Atomic 要花很多时间去熟，你看我这里基本上已经熟的差不多了。容易开裂的话，你要检查一下你的浇水，特别是地栽的，底肥一定要很足，就是农家肥加了多一点，每次浇水要浇透，这样的话你保证底部的水分充足。什么情况下容易开裂呢？如果你的西红柿种的比较浅，它的根是铺开来的，那一场雨下来的话，一下子受到很多雨水，它就容易开裂。这个品种呢，大部分人反馈就是熟透的话就特别好吃。跟那个 Atomic 比较接近的另外一个品种呢，就是 Too Tasty。 这个 Too Tasty 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它这个完全熟透呢，就是紫色带红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很漂亮。只有到了这种颜色才好吃。你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紫色的，成熟了以后就是这种非常漂亮的颜色。在这个 Too Tasty 的边上我种了一颗，这个颜色你没看到过吧？小的时候是绿的，然后就变成了棕色。你要把它切开来的话呢，里边就是紫色的，这个就是转基因 purple 的西红柿，这种颜色，外表是这种棕色的，里边是完全紫色的，满满的花青素。如果你很迷信花青素的话，这个是不错的。口感呢，跟其他西红柿有一点不一样，不难吃，但是也没有太好吃。今年还尝试了梦想青甜，梦想青甜这个颜色啊不是很讨巧，就是有点黄绿色的吧，没有太亮，但是呢它的口味还不错的。
梦想青田可以种一下，但是今年在种植群啊，有人推荐夏日阳光，说是很好。那夏日阳光明年准备种一下了。梦想青田你不太好判断它什么时候熟了，熟了以后呢，是的确挺好吃的。这个品种抗裂性也好，没有看到有裂，可能是还没有完全熟，但是一个也没看到裂。今年种了一种 purple zebra， 前一段时间熟过一个，我尝了，还挺好吃的。但是这个好像熟的时间比较长，产量也不是很高，可能是我给它的条件不是太好吧。你看我在边上种了一棵 Esterina， 往年是产量非常高的，但是我种在这个光线比较弱的地方，今年就收成不好，果子也小，结的也不多。但是 Esterina 不裂，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甜，它是糖果甜，酸味很少，一串里边有很多。如果你单独种给它，光线比较好，它产量会比较高的。因为我现在种在一个左边右边都有其他西红柿的地方，上面还有毛瓜爬过来，这种情况下它光线就比较弱一点。这里呢是一颗我今年新尝试的，叫芒果蜜，听名字就是像水果味道。那这个没有熟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完全熟了以后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完全熟了。我摘一个尝尝。真的还挺好吃的，有一点水果味道。那这颗呢，我种在比较角落的地方，左边以前有一颗西红柿不好吃，我就拉秧了，那留给这个西红柿啊比较大的地方。现在来看呢，这个产量还不错。我这个最初的时候是双杆整枝的，那现在就多杆整枝了，上面还在不断的结。这个西红柿汁水还是蛮足的。摘一串西红柿的最后总是有一些小的最晚成熟的西红柿，那其实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可以在它早期的时候就把这些果疏掉了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整个一串把它去掉。阳光下的菜地好漂亮哦。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西红柿品种，请在留言区留言，